10年没觉醒天赋，却在游戏开服前重生了。别人还在抢新手装备，他直接掏出神级天赋觉醒时，普攻加生命值就算了，居然还附带最大生命值1%的真伤。前世10年的憋屈，今朝全要加倍奉还。普通玩家还在为10级绞尽脑汁。九方朔已经在新手村外画好了拆迁范围，主城导师那是给菜鸟跪的。九方朔直接带着东方古国阵营原地复苏，超神职业诸神赐福，拿到手软，神级刺客哭了。我一套连招才刮掉他一血，他一剑把我秒了。神级盾战猛了，我500万血10万甲，怎么被一剑清空了？当弓箭手的血条厚到按一算，真伤高到离谱。这游戏就只剩朴实无华的碾压，我无敌，你们随意。硕哥，醒醒！诸神黄昏9点准时开闸，再不起，你那全服首杀的梦可就碎成2维码了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看着四周熟悉又陌生的环境，抓过桌上的手机，指纹解锁的瞬间，屏幕上的日期刺得他眼睛发疼。2077年4月1日，逐梦俱乐部。10年前，我不是在神之遗迹里被那个笑里藏刀的老六喊老八阴了个透心凉，我重生了，重生回到了10年前。诸神黄昏刚刚开服之时，周小胖看到我如此大的反应，立刻劝慰道：别愁那30万了，哥几个把烟钱都凑了帮你，小姚一定会没事的。记忆像被戳破的气泡，哗啦一下全涌了上来。前世这时候，妹妹九方瑶放学路上被车撞了，脑袋里积了血，医生说要30万手术费才能救命，撞人的早没影了。监控片就那天坏了，我求爷爷告奶奶，兄弟们把家底掏空凑了26万，就差那4万。我跪在医院走廊磕破了头，医院说什么都不愿意手术。我永远忘不了妹妹最后拉着他的手，气若游丝地说：哥，我不疼。想到那道俏皮可爱的身影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眼底的戾气全化作了狠劲。重活一世，我定要逆天改命。小姚等我，拍了拍周小胖，我露出笑容，走，进入游戏舱。这一次命运由我们自己掌控。诸神黄昏这游戏对外吹得天花乱坠，说是全球100国联手打造的第2世界。可只有我这种从10年后爬回来的人才知道，这根本是银河主神搞的造神速成班，为的就是应付5年后的阿莱特星系入侵。前世我混到死都没觉醒天赋，这一世我倒是要看看我的天赋到底是什么。当所有人都在努力练级时候，我却默默观看了8小时宣传动画，因为第一个看完宣传动画的人将获得隐藏道具神级天赋觉醒石。觉醒石分为黄、玄、地、天、圣神级，前世获得了圣级觉醒石，可惜失败了，说明了我的天赋是神级的。拥有神级天赋的凤毛麟角，且无一不是称霸一方的绝世强者。观看完8小时的剧情后，不出意外的获得了神级觉醒石，再配合前世的记忆，我有信心登临绝顶，击溃阿莱特星系的入侵。下一瞬间，他出现在了创建角色大厅，昵称雪地，职业弓箭手，丁，角色创建成功，即将进入114514号新手村。下一瞬间便出现在仅可容纳1万人的新手村中，换言之，全球已有11亿人进入诸神黄昏中了。可见诸神黄昏的火爆程度。我来到一个无人的犄角旮旯里，拿出神级觉醒石，觉醒天赋。谁知系统提示天赋过高，神级觉醒石也只能觉醒部分天赋，获得仙级天赋天罚之手。每次攻击造成自身1的伤害，且生命值永久1，仅对生命体有效。仙品天赋，前世压根都没听过，而且这天赋也太变态了。九方朔深知自己浪费了太多时间，急忙出了新手村练级。村外随处可见的1级红眼兔 ，HP 90，攻击1，属性拉胯，都是给玩家一上来练手的。九方朔一箭射出8点伤害，同时自己的生命值1，随着不断击杀红眼兔，生命伤害都在增加。九方朔还知道一个隐藏奖励，提交红眼兔的任务时，将原本100个红眼兔眼珠增加至1万个，就能获得一个增加攻击距离的特殊技能，正好契合弓箭手这个职业。现在3秒钟，九方朔能叠加2点生命值，1分钟就是40点，除去走位的时间，1分钟便是30点生命值。一开始还需要12箭才能击杀一只红眼，后面只要810箭。当只需要5箭时，系统的声音响起，你的天赋天罚之手提升至2星，天罚之手仙级2星，效果1，每次普攻造成自身2生命值的真实伤害，效果2，每次普攻永久提升2点生命值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九方朔升到了2级，获得了5个属性点，将属性点全部加在攻速上面，攻速从原来的063提升到了073。而这时击杀红眼兔已经不给经验，但为了那个特殊技能，还是选择继续在这里刷红眼兔。2个小时转瞬即逝，此时他的生命值已经从100点提升到了恐怖的4800点，真实伤害也达到了96点。现阶段就连那些专攻血量的战士，
生命值也才不超过500点。他天赋的恐怖之处在此刻彻底展现了出来。看了眼背包，目前才收集到1600多个眼球，距离1万还有不小的差距。就在此时，九方朔收到消息，是外部设备在呼叫，估计是叫下线吃饭，从游戏仓出来。因为这个游戏太真实，就和第二世界一般。周小胖显得异常兴奋。周小胖和九方朔是铁哥们，受雇于逐梦俱乐部，在饭厅吃饭的还有10几人，都是逐梦俱乐部的打金员。所有人都到位后，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走了进来，是逐梦俱乐部的总经理李海涛。他负责每日打金数据和等级统计，一个个都开始汇报情况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4级。终于到周小胖的时候，他十分嘚瑟的说到5级，2个银币。到九方朔后，他一脸淡然的说道2级，15个铜币。听到九方朔这话，李海涛猛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：九方朔，你怎么搞的？所有人都4级了，你怎么才2级？看宣传片耽搁了些时间。九方朔如实说道。李海涛劈头盖脸的就骂了过来：九方朔，俱乐部从来不养闲人，你现在就收拾东西滚蛋！周小胖还想帮忙说好话，九方朔却起身就走。前世在这里耽搁了太多时间，可谁知刚出门，周小胖便从俱乐部里追了出来：浩哥要走一起走，这卡你拿着，里面有2万，给你妹妹交医药费吧。九方朔颇为感动，胖子瘦猴眼镜，这是九方朔最好的3个兄弟。前世九方朔穷困潦倒的时候，还不遗余力帮助他的3个兄弟。不用了，胖子，出来我们一起干吧，成立一个工作室，自己当老板，这一世一定要守护好这一切。他在心里默默发誓。周小胖回逐梦俱乐部，直接撂挑子不干了。瘦猴和眼镜现在都不在滨海，不过周小胖已经发了消息给他们，他们都表示完全不是问题，前往诸神黄昏登陆器售卖点。九方朔和周小胖花费2万重金购买了2个游戏仓。妹妹此时在医院，九方朔没有去看她，不是不担心，而是九方朔清楚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赚钱。回到出租屋，重新进入游戏。九方朔继续猎杀红眼兔，5个小时转瞬即逝，1万个眼球终于集齐了，终于可以去提交任务。伟大的冒险者，你可真是一个毅力非凡的人，我将给你特殊的奖励。老村长十分满意的对九方朔笑道。丁你完成了红眼兔任务，奖励经验值加1000，银币加5，技能普攻增幅加1。九方朔毫不犹豫的学习技能普攻增幅。九方朔抬手就是一枚羽箭飞出，424，消耗无，熟练度01000。勇敢的冒险者，你的毅力是我生平仅见，如果你能够猎杀10个豹，我将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奖励。九方朔愣了一下，还有后续隐藏任务，接受。这跟他接下来要谋划的东西不谋而合。离开新手村，九方朔直接前往了10级扭曲树人的地盘。他接下来要先升级，否则接下来的攻击速度根本不足以去猎杀豹。扭曲树人普通10级，攻击32，技能藤条旋转复苏。九方朔抬手就是一枚羽箭飞出，424。经过猎杀红眼兔，九方朔的生命值已经到达了21200多。尽管他的攻击力无法破开扭曲树人的防御，可天罚之手被动的真实伤害也不容小觑。1900的血量，也就是5根羽箭的事情。丁你击杀了扭曲树人，经验值加90。九方朔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越级击杀野怪的经验值奖励当真丰厚，正常击杀普通的扭曲树人只有10点经验值，可是现在足足给了90点，加上之前完成任务奖励的1000经验值，现在九方朔只需要猎杀20只扭曲树人就能够升级。不仅如此，越级击杀扭曲树人，爆率也能够得到提升，升到了3级。自由属性点加5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九方朔把所有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到了攻速上，原本0.73的攻速提升到了0.83。而在猎杀的20只扭曲树人后，终于爆出装备了复苏戒指，佩戴要求10级，效果每秒恢复2点生命值，耐久度100。九方朔吃了一惊，这居然是诸神黄昏中最难爆出的戒指。只是这个效果对于九方朔而言实在是鸡肋。九方朔直接把这件装备挂到了交易行，选择的竞价模式，底价500，竞价时间5分钟。如果是在靠前的新手村，九方朔肯定直接挂个1万块，毕竟那些要在前期争夺优势的公会自然会高价购买。5分钟后，丁玩家浮屠盾山请求添加你为好友。浮屠公会的人看到这个前缀不由得有些惊讶。浮屠公会是龙国排行前10的公会，按理说不应该这么晚进入游戏才对。雪弟留个好友位，能冒昧问一句，你这复苏戒指是做什么任务得到的吗？有偿获取，刷10级扭曲树人报的。九方朔回了一句，同时也收到了9000块钱到账的信息。卧槽，雪弟大佬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卡怪能够无伤刷10级野怪？不怪浮屠盾山惊讶，
九方朔才3级，不可能正面刷10级怪。没有，九方朔回了一句，便没有理会浮屠顿山，开始继续刷怪。浮屠顿山看到到手的戒指，脸上露出一抹笑容。不告诉我是吧？我现在就来找10级野怪扭曲树人。这是浮屠公会探索队一进游戏就探索出来的信息，因此浮屠顿山很快就来到了扭曲树人的刷新地。此时，浮屠顿山看到一个弓箭手正在刷怪，426，浮屠顿山瞪大了眼。现阶段谁 TM 能够打出426的伤害？就算是他们精英团的那些人，加上装备，攻击力才堪堪破100。九方朔这一剑400多，还是越级战斗，浮屠顿山直接就跪了。他因现实中的事晚进游戏，进度被甩开了。雪地大佬，组队带我升级如何？有偿啊！九方朔本来是不想搭理浮屠顿山的，只是转念一想，躺在医院里面的妹妹，又改变了主意。可以，不过我要30万，30万！听到这话的浮屠顿山差点就没忍住破口大骂。今天之内我带你到10级。浮屠顿山愣了愣，他有些狐疑地看着九方朔。虽然现在才凌晨4点，还有20个小时，哪怕不吃不喝不休息，20个小时要带他到达10级，那也是痴人说梦。可就算如此，你这价格也太高了。他有钱，可他不是冤大头。如果外加一套10级的精英级套装吗？闻听这话，浮屠顿山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。雪地大佬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没有。九方朔回答得很肯定，10级的精英树人就能够掉落出一整套套装，刷的足够多就行。我给你转账，诸神黄昏有转账功能，不需要单独提供银行卡号。很快九方朔就收到了30万到账的消息。九方朔发了一个消息，你等我一会。九方朔躲到了一根大树后面，然后原地下线。浮屠顿山，卧槽，我被骗了。浮屠顿山不差钱，却感觉自己就像是吃了10坨翔一样，难受到了极点。九方朔当然不是跑路，他现在有钱了，自然是第一时间把钱送到医院，给妹妹交钱手术。看着躺在病床上的九方佛，九方朔紧了紧拳头，前世的遗憾他都会弥补。缴费完成后，九方朔才急匆匆地回到出租屋，重新登录游戏。此时，浮屠顿山正在憋屈地让几个玩家带着他刷4级的风犬。忽然，他看到自己好友里弹出消息，来10级扭曲树人。浮屠顿山愣了一下，他都以为九方朔是跑路了，尽管之前已经在心里把九方朔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个遍，可现在听到九方朔要带他升级，他还是屁颠屁颠地跑过去。九方朔也没有废话，直接甩了一个组队邀请过去。与此同时，设定了掉落物品只有他自己能够拾取。浮屠顿山欲言又止，可终究是没有说什么。可是下一瞬间，他就发现了一个很离谱的事情：经验值分配9比1，九方朔9，他只有1。妈的，这是带老子升级吗？雪地大佬，那个经验值分配是不是错了？没错。九方朔回了一句，便开始刷怪。426，5件一只扭曲树人。哪怕九方朔现在的攻速不快，可也是在10秒内完成击杀，1分钟6只起步，1个小时就是360只。不仅如此，九方朔的生命值还在不断提升。一旁的浮屠顿山看到九方朔不断猎杀扭曲树人，人都看傻了。九方朔走位的技巧太丝滑了，扭曲树人还没有靠近九方朔就被击杀了。在这里面，走 A 比传统游戏更加的困难。呼的一声脆响，有一件装备掉落出来，树人护肩，佩戴要求10级全职业，效果生命值加200，耐久度100。这装备要不？九方朔看向浮屠顿山，要，只是雪地大佬，这装备价格肯定不能跟戒指一样，3000。九方朔淡淡开口，可以成交。叮，你升到了4级，自由属性点加5。九方朔把所有的自由属性点加在攻速上，攻速提升0.1，达到1.93。同时，现在九方朔的生命值又增加了1000多，伤害再次得到提升。448，终于出来了。九方朔看着前面的扭曲树人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精英扭曲树人10级，技能复苏，藤条旋转，藤条缠绕。精英级的扭曲树人已经多了一个控制技能。九方朔二话不说，直接就开始攻击。449，输出很稳定，不过还是需要13剑才能够击杀一只精英级扭曲树人。丁，你击杀了精英级扭曲树人，经验值321。九方朔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还是精英级经验值更大一些。哪怕是跟九方朔组队的浮屠顿山，也获得了32点经验值。由于你猎杀了大量扭曲树人，引起了扭曲树人王的不满，他即将在5分钟后抵达战场，请速速离开。终于来了吗？浮居顿山立刻就激动起来。雪地大佬，出 BOSS 了呀，打不打？九方朔点点头，然后就将浮屠顿山踢出了队伍。雪地大佬，你什么意思？刷 BOSS 不带我？九方朔依旧只是点点头，你就别凑热闹躲远点。
不惧顿山心里苦，有你这么对待金主爸爸的吗？雪地大佬，你这是不是有些不太厚道？我只答应了带你到10级，没答应要跟你分享 BOSS。九方朔回答的十分简单，所有 BOSS 首杀都会有特殊奖励，如果是单独完成首杀，奖励更是会特别丰厚。带上浮屠顿山这个拖油瓶，只会影响他获得奖励。扭曲树人王，黑铁 BOSS， 生命值16800，攻击325，技能召唤树人，复苏，藤条束缚，荆棘之盾，藤条囚笼。卧槽，这么强！浮屠顿山傻眼。哪怕九方朔一次普攻有500的伤害，那也需要200多次普攻才能够完成击杀。就在浮屠顿山都以为九方朔会知难而退的时候，一枚羽箭精准的命中了扭曲树人王的树核之上501，一个伤害数字跳了出来，暴击率是0，哪怕命中弱点也没法造成暴击伤害。普攻有点刮痧，当然技能还是顶不住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没有必要拉扯，影响输出时间。有了想法，九方朔不再躲闪普攻，开始跟扭曲树人王对 A 起来。这一幕更是让浮屠顿山瞠目结舌，跟 BOSS 战撸，这到底是什么神仙人物？就在扭曲树人王在施展技能的时候，九方朔一剑打在了扭曲树人王挥动的手腕之上，硬生生打断了扭曲树人王的吟唱。在那之后，扭曲树人王每次想要释放技能，结果都是被九方朔用羽箭精准打击打断施法。终于扭曲树人的血条只剩下了5，眼看就要击杀了扭曲树人王，九方朔却停手了，朝着扭曲树人王身后的空气射出一根羽箭，一声轻响，一柄匕首从空气中探了出来，将九方朔的羽箭给弹开。卧槽，有刺客！九方朔看向了那刺客，一身装备竟然已经佩戴了7788，他眼神锐利，带着杀意，这人显然不是普通玩家，而且他刚刚竟然用匕首弹开了他的羽箭。这种操作在游戏中后期都比较常见，但是这是在游戏前期，尤其是还是游戏第1天。拉我组队 BOSS 评分，这刺客玩家淡漠开口，言语中没有丝毫情感。九方朔摇了摇头，刺客玩家没有再说话，而是后退，再次进入前行状态。浮屠顿山有些恼怒，臭小子，我告诉你，老子是浮屠公会的人，劝你快点离开，否则浮屠顿山话还没有说完，九方朔就已经大呼出声，小心身后。声音落下的同时，他的一枚羽箭已经飞了出去，刺啦一声，刺客玩家出现在浮屠顿山身后。他没有动用新手技能背刺，而是直接抹喉，一个猩红的暴击伤害出现，642流血90，下一瞬间浮屠顿山就直接倒地了。九方朔眸光微明，好干净利落的手段，而且好高的伤害。浮屠顿山从新手村复活，祭坛重生，看着自己掉了1级，还掉了一件5级的装备，整个人都麻木了。尼玛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秒杀老子！他一个肉坦竟然被秒杀了。扭曲树人王这里，九方朔冷冷地看着刺客玩家，怎么要跟我秀操作？前世10年游戏经验，跟我拼操作？九方朔不可能答应。刺客玩家对九方朔勾了勾手指，旋即再次进入前行状态。九方朔立刻拉弓射箭，这一出手就是技能，连射2枚羽箭划破长空瞬，箭就把隐身的刺客玩家逼了出来。九方朔没有放过他，既然逼出来了，就不可能让他再次前行。一旁的扭曲树人王已经开始回血，可九方朔并不着急，羽箭不断出手，刺客玩家用匕首接连弹开九方朔的羽箭。九方朔淡定自若，攻击频率不变，他的攻击杀伤力超过500点伤害，刺客玩家手中匕首的耐久度绝对扛不住。果不其然，刺客玩家在弹开了10多根羽箭后，脸色便沉了下来。他没有用匕首继续抵挡，而是一个后空翻，惊险避开九方朔的羽箭，找死！九方朔冷笑一声，羽箭再次出手，命中了刺客玩家的小腹。羽箭上的冲击力让半空中的刺客玩家被击退了小段距离。紧接着第2枚羽箭又到了502，2箭下去，刺客玩家当场殒命。这个刺客血量不低，九方朔眼前一亮，这刺客玩家居然爆出来了一双靴子，残暴之靴精英7级，效果1，移速0，债效果2，暴击1，耐久度100。九方朔眼前一亮，这残暴之靴的属性倒是很契合他，只可惜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加攻速。他现在最需要的属性还是攻速，因为攻速够快，他能够叠加的生命值自然更多，生命值上去了，他的普攻伤害自然也能够上去。收起残暴之靴，九方朔继续攻击扭曲树人王，没有人阻止。扭曲树人王一会便被九方朔射杀。丁，你越级击杀了扭曲树人王，经验值8250。丁，你是首位击杀 BOSS 玩家，即将进行全服通告，是否隐藏姓名？否，重活一世，一个首杀而已，还不至于让九方朔隐藏姓名。而且他需要威望，因为只有这样，
他在以后才可能站在权力的巅峰。要对抗阿莱特星系，依靠一个人的力量，那是杯水车薪的。全服通告，恭喜玩家雪帝完成扭曲树人王首杀。特此通告，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，恭喜你，你是诸神黄昏第一位击杀 BOSS 玩家。奖励自由属性点加50，本职业技能输1，本职业主武器1，金币加100。九方朔嘴角上扬，果然单刷 BOSS 这奖励是真的不一般。50个自由属性里，九方朔全部加在了攻速上，原本 1.13 的攻速变成了 2.13， 每秒2件，这个攻速绝对可以说是傲视群雄了。雷电跳跃被动技能一星效果，你的普攻有50概率触发雷电跳跃，可一次性跳跃方圆20个目标单位，雷电跳跃伤害为你实际伤害的10，冷却无消耗，无熟练度01000。九方朔挑了挑眉头，要是技能等级上去，是不是说这个伤害可能提升到90？雷电跳跃的范围和可以跳跃的单位也能够得到提升。只是想象九方朔就不寒而栗，那到时候他一剑下去，便会出现一片真伤地带。在九方朔查看技能属性的时候，不少玩家都被九方朔的这套全服通告震惊到了，尤其是一些顶级玩家，他们非常清楚，在现阶段单刷 BOSS 到底有多离谱。九方朔没有去管那么多，学习了技能后，再次查看了这次奖励的武器星雷弓白银。佩戴要求无等级要求，限定职业弓箭手，效果1，攻击300，效果2，暴击率15，效果3，攻击有15概率触发麻痹效果，效果4，攻击有15概率溅射周围的敌方单位。九方朔看到金雷弓的属性，整个人都傻眼了，这点加成聊胜于无，来个加攻速的不行吗？这波是来自系统的 gank。搓了搓手，九方朔将目光落在了扭曲树人王身上，终于到了喜闻乐见的摸尸环节。叮，你得到了装备树人王项链。叮，你得到了技能复苏。叮，你得到了树人王头盔。叮，你得到了金币5。叮，你得到了树人王的心脏。九方朔看着手里得到的这些好东西，除了金币，似乎没有什么是他能够用的。除了这个复苏技能，复苏1星，效果每秒恢复1点生命值，不受攻击打断，冷却无，消耗无，熟练度01000，熟练度等于生命值。注意该技能星级无上限。九方朔原本对于这个复苏技能并不在意，可是看到熟练度的介绍之时，他愣住了。他的天赋天罚之手可是能够无限制叠加生命值，跟这个技能刚好契合，自动回血，从某种程度来说，甚至要比吸血还要变态学习。九方朔直接学习了这个技能复苏被动技能3星，效果每秒恢复50点生命值。注意该技能星级无上限。九方朔给浮屠盾山发过去一条消息，与此同时他开始练级了。九方朔佩戴上了金雷弓，一剑命中了一只精英级扭曲树人的树核1524，一个巨大的鲜红数字出现。与此同时，一道电弧从这精英级扭曲树人身上跳跃出来，连续跳跃了周围了5只扭曲树人，152、152，一个个伤害数字跳出来，受到伤害，一共6只扭曲树人开始朝着九方朔靠拢。然而九方朔却是毫不在意。九方朔现在的暴击率是16，再加上九方朔进行弱点打击，原本还需要12件才能够击杀的精英级扭曲树人，现在只需要4件。而且因为雷电跳跃的原因，击杀第一只扭曲树人后，另外几只扭曲树人都掉了608点血量。随着九方朔的拉扯，越来越多的扭曲树人被他拉了过来，要是扛不住2下就要挂掉。看着后面跟着的一群扭曲树人，九方朔有些欲哭无泪。叮，你升到了7级，自由属性点加5。没有丝毫犹豫，九方朔将所有自由属性点都加在了攻速上。基13的攻速提升到223。雪地大了，我来了。浮屠盾山这个时候姗姗来迟，他才刚刚到来，就看到九方朔恐怖的刷怪速度。3小时后，浮屠盾山被带到了10级。不仅如此，在猎杀了大量精英级扭曲树人后，九方朔答应浮屠盾山的树人套装也刷出来了。穿上树人套装，浮屠盾山当即就是瞠目结舌，这套装实在是太牛逼了呀！我这里还有2件黑铁级装备，扭曲树人王掉落的，佩戴后不影响套装效果，还能够增强属性。多少钱？现在浮屠盾山已经知道九方朔的尿性，1件5万。浮屠盾山扯了扯嘴角，九方朔这还真是狮子大开口，只是略微犹豫，浮屠盾山就答应了。也就是他财大气粗，收到10万块转账，九方朔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浮屠盾山见九方朔有要下线的意思，立刻叫住了九方朔：雪地大了，我想要邀请你来我们浮屠公会，年薪1000万，如何？实在是九方朔的技术太强了，就这份技术他就值1000万年薪，更何况九方朔还有那么强的属性。九方朔摇了摇头：谢谢你的好意了，
你说你是浮屠公会的少东家，我们也算相识一场，给你提个醒，小心你姐。在诸神黄昏开服后3个月后，新闻就爆料浮屠集团大洗牌。原本浮屠集团的少东家开车出门的时候，刹车失灵，发生车祸，成为残废。后来又过了半年时间，才又爆料出来，破坏浮屠集团少东家刹车的幕后主使，就是这位少东家的姐姐。小心我姐！浮屠顿山皱了皱眉头，记住我说的就行了。九方朔这次没有原地下线，而是回到新手村才下线，主要是得罪了那个刺客，他还是得小心一些。下线后，九方朔看了看时间，早上8点。周小胖还在游戏中。九方朔知道周小胖前期这么猛的原因，他选择的职业是战士。出新手村后，碰到了一个吟游诗人，听到吟游诗人念诗狗屁不通，周小胖就用龙国历代先贤的古诗，在吟游诗人面前大装特装。这一举动不仅没有让吟游诗人不满，反而对周小胖十分崇拜，当即就准备拜师周小胖。而拜师里就是战士的3个被动技能，那3个被动技能分别是双重甲、双重盾和双重斩，技能效果分别是双重甲承受的所有攻击都将反弹一定100%的伤害给对手，双重盾每次施展控制技能都能够获得一个自身生命值100%，双重斩每次攻击包括技能、装备效果、药剂效果等都可能打出多重效果，反伤护盾伤害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全能的，尤其是这3个都是被动技能，可以无限触发，而且双重斩和双重盾是可以相互叠加的。比如战士的冲撞技能是控制技能，能够触发双重盾，而双重斩如果触发多重效果，那护盾同样会触发多重。浩哥，我现在已经9级了，还得到了3个被动技能，后面肯定能够打到更高级的装备。九方朔点点头，胖子不急，我妹妹的手术费我已经交了。九方朔拿出缴费清单，我运气比你还要好一些，刷了一头 BOSS。卧槽，浩哥你是雪帝，原来如此，浩哥你真是太猛了。李海涛要是知道你现在的成就，肠子估计都要悔青。九方朔一边吃饭一边回忆新手村的攻略，这新手村的隐藏奖励，每个职业的都有比较适合的。胖子，你去新手村酒馆买2瓶最贵的烈酒，去铁匠铺让铁匠铺给你打造一柄最强的战士武器，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连环任务，这个连环任务完成度越高，你能够获得的奖励越多。周小胖没有问九方朔是怎么知道的，满口答应。饭后，九方朔又给了周小胖2份攻略，分别是适合猴子和眼镜的。周小胖没有单独进游戏，跟九方朔一起来了医院，因为九方朔已经缴费的原因，医院正在安排手术病房里。九方朔看着昏迷不醒的九方方，眼神柔了许多，在手术确认书上签字。做完这些，九方朔才重新回到出租，进入游戏。这次九方朔朝着新手村背后的陡峭崖壁走去，在新手村还有一个隐藏副本，这个隐藏副本首通的奖励十分丰厚，这里没有野怪，再加上又是悬崖峭壁，自然没有玩家会来这里。前世还是在游戏1周后，才有人意外开启了这个副本。这个副本的开启条件也很简单，刷掉这里的一只树人即可。找到你了，伪装树人，普通10级，技能伪装，非常弱小的一只野怪。九方朔抬手攻击，仅仅只是3剑就击杀了这只伪装树人。你击杀了伪装树人，经验值43。丁，由于你击杀了新手村隐藏怪物，新手村隐藏副本扭曲丛林即将开启。丁，你是第一个开启副本的玩家，即将进行全服通告，是否隐藏姓名？否。全服通告，恭喜玩家雪帝成功开启新手村隐藏副本扭曲丛林。雪帝是全服第一个开启副本的玩家，特奖励自由属性点加10，金币加10，黑铁装备1，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。随着全服通告响起，所有新手村都出现了扭曲丛林。这个副本，九方朔把10个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攻速上，随后目光落在了奖励的黑铁武器上。丛林长弓，黑铁，佩戴要求无，职业弓箭手。效果1，攻击力65，效果2，生命值500，效果3，吸血2，耐久度100。九方朔扶额，又是一把鸡肋的武器，就不能来一件加攻速的武器吗？在九方朔查看属性的时候，玩家们都炸锅了，尤其是已经离开新手村的玩家，顿时就后悔了。九方朔此时已经来到副本门口，诸神黄昏的副本难度分别是简单、困难、噩梦、地狱4个级别。10级的扭曲丛林，首通的难度越高，奖励自然越多，就你了地狱级。丁，提示地狱级副本不建议单人进入，是否确定进入？确定。地狱级副本的确难度系数很高，可九方朔怕吗？富贵险中求，他现在的属性其实并不具备单刷地狱级副本，但是九方朔还有前世的顶级技术。刚刚进入副本，九方朔就看到前面出现了大量扭曲树人，扭曲树人精英
10级，生命值8500，攻击129，技能复苏，藤条旋转，荆棘缠绕。同样是精英级扭曲树人，这属性却比九方朔在之前刷的精英级树人属性要高出不少，1812。同时雷霆跳跃而出，对周围的扭曲树人造成伤害。362，一只树人只需要5件，而且因为雷电跳跃提升到2星，跳跃出来的雷电造成的伤害和范围以及目标数量也更多了。丁，你击杀了精英级扭曲树人，经验值351，越级击杀，再加上是副本怪物，这经验值还是相当丰厚的。九方朔凭借普攻增幅的距离，始终保持着风筝的安全距离。丁，你升到了8级，自由属性点+5，升级了依旧是全部加在攻速上。同时副本的第1关通过，穿过光门，九方朔来到了副本的第2关，树人统领，精英10级，攻击412，技能荆棘缠绕，复苏，藤木旋转，疯狂抽击，多了一个技能，但是属性却比精英级的扭曲树人高出太多。九方朔依旧是朴实无华的攻击，不断拉着这些树尽可能保持在他们荆棘缠绕的攻击范围之外，这点就真的要感激普攻增幅这个技能，让他的普攻距离更远。3个树人统领同时对九方朔发动了荆棘缠绕，823、821、823，一个个巨大的伤害数字出现，同时还禁锢了九方朔。九方朔暗道不妙，123、421、423，一个个伤害数字出现，九方朔还没有脱离控制，新的荆棘缠绕又来了，只是2秒时间，九方朔就掉了足足13000多的生命值。他心中一惊，在控制结束的一瞬间，立刻走位拉开距离。与此同时，一根羽箭打断了正在施法的一只树人。统领吐出一口浊气，稍有不慎，他就可能交代，在这里掉1级都是小事，要是让别人抢了副本首通，他就真的要肠子都悔青。九方朔精神高度集中，现在他不仅要走位躲技能，还要打断树人统领的技能，难度巨大。随着扭曲树人数量减少，九方朔刷怪就更是如鱼得水。终于这个关卡里的所有扭曲树人全部被击杀。丁，你升到了9级，自由属性点+5，一个关卡升1级，这个升级速度当真是恐怖如斯。而且在复苏这个技能的加持下，九方朔现在的生命值已经恢复到了满值，进入了第3个关卡。在这里有足足4个扭曲树人王。扭曲树人王黑铁 BOSS 10级，生命值1800000，攻击598，技能召唤树人，复苏，藤条束缚，荆棘之盾，藤条囚笼。技能没有增加，但是属性却是增加了不少，而且数量还是4只。看了一眼自己现在的生命值，九方朔直接出手暴击1685，不愧是地狱级难度副里面的黑铁 BOSS， 防御力很高。4只扭曲树人王经有了一定智慧，朝着九方朔包围过来。同时技能藤条囚笼已经出现，只可惜藤条囚笼的施法是最慢的，九方朔轻易就打断了扭曲树人王的技能。不过他们是4只扭曲树人王同时释放技能，封住了九方朔的退路。598、597、598，九方朔不退反进，进入了扭曲树人王的普攻范围内。4只扭曲树人王同时对九方朔造成了2000多的伤害。在扭曲树人王技能效果消散后，他再次后退拉开距离。以九方朔现在的生命值，他被秒杀的概率微乎其微。一路走 A， 终于第1只扭曲树人王倒下，剩下的战斗就要容易许多。不多时，3只扭曲树人王都倒下。在诸神黄昏中的副本奖励是通关后结算，未通关前击杀只有经验而不掉落物品，这倒是给九方朔省掉摸尸体的环节。抬腿进入第4个关，这里是这个副本的最后关卡。才刚刚进来，九方朔就看到了一棵高100米的大树，上面有无数藤条在随风摇摆，看上去不是 BOSS， 就是一棵大树。9头蛇柏，青铜10级，生命值1528000，攻击1358，技能枯木逢春。九方朔眸光微凝，这 BOSS 竟然只有一个技能，他知道越是这样的 BOSS 越难对付。九方朔率先出手785，并没有出现暴击，伤害也还可以，但下一瞬间九方朔就知道这9头蛇柏的恐怖之处了。1355、1355，连续2根藤条抽在他身上，打掉了他2000多的血量。而且九方朔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9头蛇柏的藤蔓覆盖了整个关卡，他再也无法通过走位躲闪普攻。9头蛇柏每次会有2根藤蔓进行攻击，他现在3万出头的生命值，也只能够扛住10几次的攻击。心里在思考，可九方朔手上的动作并没有停，不断的攻击9头蛇柏。9头蛇柏的藤条再次抽打而来，九方朔立刻翻滚躲闪，躲过了。九方朔眼前一亮，既然能够躲闪，那击杀这9头蛇柏就只是时间问题。为了安全起见，
九方朔换上了丛林长弓，丛林长弓能够加生命值，还有吸血，他依靠复苏的技能效果，很难把血量回满，所以吸血就变得尤为关键。50、16，九方朔的生命值开始缓慢恢复，同时也在寻找九头蛇摆的弱点，攻击弱点部位才能够增加暴击几率。找到了。九方朔前世并不知道九头蛇摆，因为当时他还在兢兢业业的升级打金，在第2天就前往了主城。后续这个副本开启，也有人尝试过地狱级难度的，但是当时新手村根本没有玩家能够通过。又是一剑，九方朔还在拉扯走位。九方朔眼前一亮，他在这九头蛇摆后方看到了9根血红色的藤木，每一根上面都有一颗暗红色的脑袋。此时一颗脑袋正对着九方朔，露出邪魅的笑容。1574，一个鲜红的暴击伤害出现，这让九方朔有些小激动起来。找到弱点，那接下来他的攻击就会容易很多。羽箭破空声不绝于耳，那血色藤蔓操控着脑袋在躲闪。可九方朔的经验何其丰富，这种摇摆躲闪的方式，在他看来就是摆设。暴击，又是暴击，这就是弱点攻击离谱的地方。九方朔嘴角上扬，暴击不仅仅是伤害高，他吸血量同样会增加。找到破解方法后，九方朔以1秒2剑的速度消耗着九头蛇摆的生命值，终于九头蛇摆的生命值掉到了10，眼看就要进入斩杀线了。可下一瞬间，九头蛇摆身上弥漫出绿光，生命值竟然直接从10恢复到了满血状态。这是什么神仙技能？这是新手村，他不是在刷什么200级的世界 BOSS， 这就是一个10级的青铜豹。心里虽然有亿万尼玛奔腾而过，可九方朔还是不打算就这样放弃，选择了继续攻击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九方朔现在是轻车熟路。15分钟过后，叮，你击杀了青铜级9头蛇摆，经验值31280。你完成了副本扭曲丛林守空，即将进行全服通告，是否隐藏姓名？否，全服通告。恭喜玩家雪帝完成扭曲丛林守空，特此通告，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。这突如其来的全服通告，让不少还奋战在副本里面的玩家们都瞠目结舌。卧槽，又是这个雪帝，他单人通关了副本，这怎么可能？单刷 BOSS， 单刷副本，这人难不成在新手村就觉醒天赋？议论的玩家很多，不少公会玩家都是捶胸顿足。你完成了地狱级扭曲丛林守空，奖励结算中，你获得了黑铁级树人套装1，你获得了技能书13，你获得了树人之心4，你获得了精英级装备35，你获得了金币350，你获得了自由属性点50，你获得了任务卷轴1。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看得九方朔眼花缭乱。黑铁级树人套装除了主武器，九方朔都可以使用，尤其是他自己手通的原因，不受等级限制，可直接使用。但是这套装备最契合的是盾战士，精英级装备32件，青铜级装备3件，基本上都是坦克装备。当目光落在技能书上的时候，九方朔一下子来了兴趣。枯木逢春被动技能，异星效果，当你的生命值降低到10，你将会立刻恢复10的生命值，冷却24小时，消耗无，熟练度0100。该熟练度计算方式为献祭技能书，每献祭1本技能书可获得1点熟练度，某些特殊技能可获得多点熟练度。九方朔愣了一下，怪不得九头蛇摆只有这一个技能，原来是其他技能都被献祭了。九方朔把树人的技能书献祭了10本，枯木逢春顺利提升到2星。枯木逢春被动技能2星效果，当你的生命值降低到10时，你将会立刻恢复20的生命值，冷却12小时。跟九方朔想的一样，提升1星可以恢复的血量提升了10，冷却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。这个提升不可谓不大，而且有了这个技能，他的生存能力再次得到巨大提升。不仅如此，枯木逢春恢复的是百分比生命值，哪怕到了游戏大后期，绝对可以算是猛的一批的技能。现在九方朔总生命值3万多点，20是6000多点。可如果九方朔的总生命值是300万、3000万，甚至更高呢？他依旧能够按照百分比恢复。收回思绪，九方朔看了看自己的经验条，还差一半才到10级。就这个升级的经验条，他要是愿意，最多半个小时就能够升到10级。不过九方朔想要的可不仅仅是升级。打开等级榜，九方朔准备看看现在的等级排名。第一，修罗帝君11级25；第二，逐梦烟雪10级95；第三，我不爱钱10级91；第四，浮屠神郎10级90；第五，我真有20厘米10级88。等级榜上的差距并不明显，这些人九方朔大多都知道。前3个是工会高层，还有2个，一个是龙国顶级富二代，等级靠钱堆上去的。关键是这家伙不仅仅有钱，还有运气和一定的实力，简直就是不当人。至于第5那位，跟周小胖有点类似，
游戏前期有些机缘让他一鸣惊人，不过到了游戏中后期，他前期的这点优势逐渐亏空，最后消失在大众的视线里。除了等级榜，在诸神黄昏还有一个装备榜单，九方朔打开了装备榜，第1名黄金权杖黄金级，第2名惊雷弓白银级，第3名九头盾青铜级，第4名九头护肩青铜级，第5名九头披风青铜级。前5名里面，除了第1名的黄金权杖，其他全部都是九方朔的。果然还是跟前世一样。九方朔暗暗想到，这黄金权杖是逐梦烟雪的，是一柄召唤权杖，里面附带的效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召唤6只10级的黑铁 BOSS。这在游戏前期绝对是 bug 一般的存在，一只10级的黑铁 BOSS 在当下都可以横着走了，更何况是6只。说起来，这逐梦烟雪还是他之前所在的逐梦俱乐部的老板，长得还不错，只可惜任人唯亲，俱乐部里不少高管都是他的亲戚，搞得俱乐部乌烟瘴气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，有仙级天赋，九方朔有十足的把握超越逐梦烟雪，首通副本奖励的50个自由属性点，九方朔全部加在了攻速上，攻速从263提升到了363。其实在加点的时候，九方朔也在考虑要不要加一点到移速上面，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，因为跟他天罚之手最契合的还是攻速，只要攻速足够快，那他就可能把生命值更快的叠加上去。最后就是那一张任务卷轴了，这种任务卷轴异常珍贵，因为里面的任务不是普通 NPC 给的，而是诸神的任务。如果完成任务，就有可能获得诸神的赐福。诸神的赐福最差都是属性提升好的，据说能够得到永久性的特性。展开任务卷轴，九方朔看到了里面出现的任务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新手村下方封印着一尊旱魃，如果旱魃出世，必将涂炭生灵。任务要求击杀新手村所有的 NPC， 并摧毁祭坛，让所有的异世界冒险者只能在主城降生，永远都无法再进入新手村。任务惩罚无，任务奖励未知。看到这个任务，九方朔面色阴沉到了极点。这个任务简直就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呀！前世九方朔也接触过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任务，可今天这任务摧毁新手村，这是任务，这确定不是让他去找死。前世就有玩家试图挑衅过 NPC， 可哪怕只是酒馆的小厮，挥挥手都能够打出上千的伤害。至于新手村村长铁匠这些人，那属性估计更加离谱。收起任务卷轴，九方朔并没有立刻接取这个任务，虽然没有惩罚，可他还是想要再斟酌斟酌。退出副本，此时副本门口聚集了不少玩家，缺一个强力牧师，谁的奶量足来。队伍里有强力双 C 输出绝对够，双 C 也就是弓箭手和法师，一个持续输出，一个高爆发。这么久了，除了雪地大佬，难道就没有其他玩家通关副本？我想要收购装备，人傻钱多。九方朔扫了一眼这些人，并没有太在意。这里是1086号新手村，真正的游戏高玩并不多，他们估计大多数都扎堆在比较靠前的新手村。副本这里，九方朔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。按照九方朔推算，村长的猎杀10个 BOSS 任务，等级越高，奖励应该也就越丰富。在新手村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BOSS， 那就是周小胖遇到的那个吟游诗人。据说他的本体乃是一只黄皮子，因为讨风运气好，化为人形，可他妖的本质没有改变。在新手村似乎是在图谋着什么，前世攻略上也没有说的太详细，九方朔也只是大概知道这么一点。就在此时，九方朔眸光微变，手中长弓瞬间斩向身后。没错，不是拉弓射箭，而是以惊雷弓为刀斩了出去。这样的攻击杀伤力不大，但是却能够破突如其来的危机。刺啦！一柄匕首斩在九方朔的惊雷弓上，带起一连串的火花。又是你！九方朔皱了皱眉头，这人就是之前想要抢他 BOSS 的刺客，昵称是隐藏状态，但是样貌却不是那么容易伪装的。这刺客玩家并没有说话，手中匕首旋转180度后，再次朝着九方朔刺来。九方朔身体后仰，同时给自己佩戴上了黑铁级树人套装。树人套装才刚刚佩戴上，九方朔的双抗都得到了提升，生命值更是得到了不小的提升。与此同时，九方朔侧向翻滚，避开了刺客玩家的攻击。只是才避开刺客玩家的攻击，九方朔就是微微一惊，因为刺客玩家不见了，不是前行。九方朔能够感受到刺客玩家就在他身后，他毫不犹豫地回身，然而依旧是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如果有旁观者就会注意到，刺客一直都在九方朔身后，准确说是他的视野盲区，让九方朔无论如何都看不到他。遮影步，九方朔面色微沉，遮影步不是技能，而是一种技巧。施展方法就是通过走位卡对方视野，就仿佛是隐藏在敌人的影子里面一般，因此得名遮影步。听到九方朔说出自己施展的技巧，刺客玩家略微有些惊讶，可就是这一瞬间，
九方朔已经出手了，一根羽箭破空飞出。九方朔这一次没有转身，而是用腿拉开长弓，反向一箭射了过去。这刺客玩家有战斗技巧，九方朔作为重生者，同样有一些独特的战斗技巧。九方朔这操作很离谱，再加上刚刚刺客玩家有些惊讶，一个不察竟然就被九方朔一箭命中，1352。这刺客玩家被一箭秒杀。可惜的是，这次他身上并没有掉落装备，这刺客玩家还盯上我了。他原本以为他跟刺客玩家就是一点小摩擦，可没有想到今天刺客玩家一言不发就来偷袭他。新手村复活祭坛之中，影杀神情有些凝重，反应速度快，伤害高，战斗技巧不俗，还知道遮影步。雪弟，不管你是谁，杀我2次，总有一天我会杀回来的。要是九方朔听到他的这些话，肯定会骂回去，尼玛！第一次是他想要抢 BOSS， 九方朔才出手击杀他的，这一次也是他自己先动的手。不过九方朔并不知道这些了，他现在已经找到了新手村的这位吟游诗人，他衣着得体，只是留着八字胡，看上去颇有几分滑稽。吟游诗人15级，生命值、攻击、技能。注：这是游荡在新手村附近的吟游诗人，或许你能够从他身上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。这个注释让不少玩家都以为吟游诗人身上有任务，亦或者在出售什么好东西，可都不是。这就是一只有智慧的人形 BOSS， 品级不算高，只是黑铁级，但是一身技能都古怪的很。当初他被攻略，还是新手村几千玩家一起出手，这次过来，九方朔就是想要用它来回味一下自己前世的一些操作。正如九方朔之前回答浮屠遁山的话，走 A 这是弓箭手最基础的技巧。之前九方朔用惊雷弓近战格挡那刺客玩家的偷袭，也算是一种技巧。九方朔躲到一棵大树后面拉弓，当能量羽箭形成后，他抓住弓弦的手开始带动弓弦旋转，将弓弦拧成细长的麻花。而九方朔羽箭瞄准的方向也并不是吟游诗人的方向，而是左侧。咻，羽箭破空，在不远处深处前行中的影杀皱了皱眉头，他猜测到了九方朔可能是要猎杀这吟游诗人，可是这羽箭的方向不对。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却是让影杀目瞪口呆，只见九方朔射出去的羽箭在半空中竟然拐弯了，最后精准的命中了站在远处的吟游诗人。925，一个巨大的伤害数字出现，吟游诗人遭受突然的攻击也有些懵逼，因为九方朔在大树后面压根就没有暴露身形。这就是弓箭手的射击技巧之一，拧弦箭法。通过旋转弓弦让羽箭旋转飞出，把控好力量和角度，就能够让羽箭拐弯。不仅如此，羽箭在空中高速旋转，命中敌人的时候，羽箭会有高额的穿透效果，打出更高的伤害。咻，又是一箭，找到你了！吟游诗人看到九方朔再次出手，虽然没有看到九方朔的位置，但是他却看到九方朔的箭飞来的方向，他身形一跃而起，就要朝着九方朔冲了过去。咻！然而还在半空中，羽箭就已经命中了他。拧弦箭法带来的巨大冲击力，让吟游诗人的身体在空中被击退了1米多。紧接着是第2根羽箭、第3根羽箭，接踵而至的羽箭都带着极强的冲击力。然后影杀就看到了让他目瞪口呆的一幕，吟游诗人被九方朔打在空中，无法掉落下来。吟游诗人才刚刚有下落的趋势，九方朔就是一箭打破了他幻想，将他再次击退，并且羽箭位置刁钻，在击退吟游诗人的时候，还把吟游诗人往空中带飞了些许。这影杀是一个极其冷静的杀手，可如今看到九方朔这操作，他也是被震惊的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不过强大的战斗经验让影杀知道，要做到九方朔这一步很难，非常困难，因为在第1箭命中吟游诗人的时候，就要考虑到第3箭的落点，否则根本无法实现这样的连续击飞。而且在诸神黄昏里面，对手被击飞后将会承受连击伤害，不过一般都是战士类职业才有击飞敌人的技能，然后衔接其他技能打出连击伤害。可九方朔一个弓箭手竟然打出了如此离谱的连击伤害。好！吟游诗人怒喝一声，身体急速膨胀，从原本的吟游诗人变成了一只身高超过3岸、浑身棕色毛发的黄皮子。与此同时，吟游诗人的属性面板也发生了变化。暴怒的黄皮子，黑铁15级，生命值10125001253000，攻击813，技能黄山幻术，移形幻影，霸体狂暴，灵魂摄取，控魂术。官人来陪人家玩耍呀！九方朔以前没有跟这黄皮子交手过，不过对于黄皮子的这些技能，他还是了解一些。霸体和狂暴不用多说 ，BOSS 的常规技能在主城，几乎每一个 BOSS 都有这2个技能。霸体免除一切控制，不包含诅咒和压制类特殊技能。狂暴牺牲一定双抗，提升大量输出，有些强大的 BOSS 狂暴状态下输出增加10倍。黄山幻术就是幻术类技能，跟星星有关，
心性坚韧，那受到的影响就小一些。灵魂摄取和控魂术，这才是这只黄皮子真正变态的技能。灵魂摄取能够强行剥夺对手的灵魂，被剥夺灵魂的敌方单位会进入虚弱状态，并且持续掉血。最离谱的是，这持续掉血的时间是24小时，只要这黄皮子不被击杀，就会持续掉血24小时。想要不死，只能一直待在复活祭坛里面，利用复活祭坛的恢复属性的能力进行保命。至于控魂术，那就更变态，有几率控制敌方单位的灵魂，从而操控其战斗。控魂术的持续时间同样是24小时，贼离谱。不过九方朔既然出手了，就是冲着杀死黄皮子来的。黄皮子在半空中，在不开霸体的情况下，他根本不可能下来。正常 BOSS 都是在血量比较低的时候霸体狂暴，两个技能同时释放，然后进行临死反扑。但是这黄皮子不一样，他是人形怪物，通常要比正常的野怪 BOSS 更加聪明。这个聪明程度不亚于普通的成年人。以前游戏前期的玩家只把 NPC 当成简单的智能程序，在这上面可是吃了不少亏。诸神黄昏可不单纯的是一个游戏，霸体跟九方朔预料的差不多。在黄皮子的血量掉到100万的时候，他就毫不犹豫地动用了霸体。在霸体状态下，羽箭的击退效果已经不复存在，他解控才刚刚落地，他抬手就要朝着九方朔释放技能，然而他抬起的手又放下了。原因无他施法距离不够，大多数怪物包括 BOSS， 他们的技能施法距离都跟弓箭手的普攻距离差不多，而九方朔因为普攻增幅这个技能的原因，他的普攻距离要比正常的弓箭手远10。也正是因为这个距离，九方朔精准地把控了施法距离，让黄皮子的攻击距离受到限制。其实九方朔这种操作在端游的时候就有了，端游的一些大神玩家也能够通过拉扯攻击距离打出更多伤害。然而九方朔的移速毕竟是短板，他的移速跟黄皮子相差很大，因此只是2秒时间，黄皮子就已经靠近了九方朔。九方朔眸光微凝，因为黄皮子已经抬起手要释放技能，在霸体状态，九方朔根本不可能打断黄皮子的施法技能。最关键的是，灵魂摄取是一个锁定性技能，根本不是依靠走位能够躲闪的。不远处影杀已经露出笑容，终于要吃瘪了吗？可下一瞬间，影杀的笑容就僵在了脸上，因为九方朔 S 切主武器，将主武器切换成了一面盾牌，完成了黑铁级树人套装一整套。更换武器后，九方朔的抗性和血量都得到提升，并且黑铁树人套装附带的套装属性比精英级树人套装更加离谱，每秒能够恢复200点生命值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第3个套装效果韧性增加时，黄皮子的灵魂摄取带有虚弱效果，韧性对于这个虚弱效果有减免2254，一个鲜红的数字出现在九方朔头顶，102，紧接着就是强行掉血。九方朔切换主武器开始继续攻击，没有黑铁套装的主武器，每秒回血从200削减到了100，再加上九方朔的复苏技能，每秒一共能够恢复150点生命值。黑铁级树人套装附带回血效果，因此实际每秒回血是180点，完全顶得住这个灵魂摄取技能。但是这个虚弱效果也是离谱，九方朔的攻速从363降低到了241，降低了差不多降低1/3，这还是因为九方朔切换武器了的原因。看到九方朔身上跳出来的一个个恢复数字，影杀再次呆住了，每秒恢复100多点血量，而且刚刚黄皮子灵魂摄取的伤害居然连九方朔时的血量都没有打掉。我来帮你。影杀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没有继续看戏，而是主动出现在了黄皮子身后，然后一脚蹬在黄皮子后背，一跃而起，瞬间抹喉215流血25。影杀的突然出手让九方朔有些意外，只是黄皮子此时还有90多万的生命值，现在出手也不像要抢 BOSS 的样子，有事后面再说，我帮你打到10会主动退开，你不用担心我会抢爆。九方朔略微有些诧异，这刺客玩家是被自己秒怕了，认怂了。不过九方朔并没有多想，这刺客玩家愿意帮他吸引仇恨，那基本上就稳了。霸体时间是有限的，他虽然忘记了这黄皮子霸体时间是多久，可作为新手村霸，霸体不至于太过变态。而黄皮子在被刺客玩家偷袭后，恼怒的咆哮一声，回身就是一爪子拍了过去。刺客玩家似乎早有预料，身体后仰，惊险地避开了这凌厉的一抓。随后他甚至挥动匕首，在黄皮子的手腕上划出一刀121，这次的伤害就比较低了，也没有出现流血效果。九方朔抓住机会，羽箭倾泻而出，1秒3箭，每一箭都带着高额的伤。
因为九方朔，这都是直击后脑勺的弱体攻击。该死！黄皮子咆哮一声，下一瞬间，一股幽光从他身上爆发而出，紧接着九方朔眼前的黄皮子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着薄纱长裙、身材凹凸有致、肌肤雪白的大长腿美女。她一颦一笑之间都带着摄人心魄的魅力。她对九方朔勾了勾手指，官人来陪人家玩耍呀。九方朔微皱眉头，不用想都知道这是幻术。当然，如果心智不够坚定，就可能沉沦于这幻境之中。要恪守本心，破解幻术，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那就是脑补，把面前这个婀娜多姿的大长腿美女，跟那身高超过3米、浑身毛发、满脸狰狞的黄皮子带入到一起，如此就能够完美解释眼前的这种情况。九方朔再次看着这婀娜多姿的美女，不由自主地联想到，那黄皮子在自己面前搔首弄姿。九方朔差点没忍住吐了出来，只是想一想就犯恶心。那婀娜多姿的美女看到这一幕，愣了一下。难道这家伙喜欢男的？旋即幻境转变，一个小鲜肉靠在九方朔面前打篮球，动作熟练流畅，不时起起伏伏的动作啊。九方朔感觉这黄皮子在羞辱自己。羞！羽箭破空，一箭入魂。1028，一个巨大的伤害数字出现，幻境也因此被打破。然而，让九方朔有些惊讶的是，影杀居然在他之前就打破了幻境。只见影杀一个滑步，几乎是贴地滑行到黄皮子的两腿之间。随后一刀捅了出去，嗷呜！黄皮子双腿瞬间夹紧，发出一声惨叫。这是攻击性不大、侮辱性不小的攻击。九方朔知道影杀是在帮自己拉仇恨，想要帮自己拖延过黄皮子的霸体时间。果不其然，黄皮子在惨叫一声后，转身就朝着影杀追了过去。咻！他去追影杀，九方朔直接攻速拉满，毫无顾忌的攻击，每一剑都直击后脑勺，打出高额的暴击伤害。吼吼吼！黄皮子有些愤怒地咆哮起来。他也知道自己被戏耍了，看着自己所剩不多的霸体时间，他毫不犹豫地开启狂暴技能，速度骤然提升。影杀的反应已经很快了，可黄皮子抬手就是一个灵魂摄取落下，直接秒杀了影杀。九方朔扶额，这已经是影杀今天的第3次阵亡了，2次是被他杀的，这第3次居然是为了救他被杀的。黄皮子在击杀影杀后，转身看向九方朔，抬手就是一个控魂术，朝着九方朔丢了过来。九方朔只感觉自己灵魂一僵，一股阴冷的气息开始入侵自己的灵魂。下一瞬间，他对于身体的掌控权竟然在逐步丧失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间，九方朔切换了装备，把惊雷弓切换为盾牌。如果接下来的攻击他扛不住，那就可能被瞬间秒杀。而且他也担心黄皮子用控魂术操控他自残盾牌，显然是最优选择。在控制住九方朔后，黄皮子立刻朝着他飞奔过来，随后一掌拍出，重重地拍在九方朔的头盔上。暴击1512，一个巨大的伤害数字出现，紧接着就是暴风雨一样的攻击就落了下来。唰，黄皮子一爪子抓破九方朔的喉咙，又是一个巨大的伤害数字出现，1626，流血300。这次攻击对九方朔造成了流血伤害，而九方朔此时已经在全力反抗，只为尽快摆脱束缚。可即便如此，九方朔足足被打掉了2万血量，才惊险摆脱控魂术。在摆脱控魂术后，九方朔一脚踢在黄皮子膝盖上，借势一个后空翻，避开了黄皮子的攻击。拧弦剑法，咻！在这个时间，黄皮子的霸体终于结束。九方朔是大力沉的拧弦剑法，朝着黄皮子的喉咙飞去。然而，狂暴状态下的黄皮子速度提升了不少，竟然用手掌抓住了九方朔的羽箭。九方朔心中惊讶，可并没有自乱阵脚。羽箭一根接一根的飞出，没有霸体的黄皮子，他要对付，难度系数直线下降。九方朔不断以拧弦剑法射出羽箭，一开始黄皮子还能够抵挡1、2，可九方朔攻击的角度越来越刁钻，他只是一个细微的失误，就被拧弦剑法所携带的巨大冲击力撞得连连后退。就是现在，九方朔眸光之中闪烁出一道寒芒，他又是一箭命中黄皮子左腿。黄皮子重心不稳，朝着前面扑倒，紧接着九方朔第2箭命中了黄皮子的眉心，双重力量的作用下，让黄皮子竟然短暂浮空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九方朔眼底闪过一道寒芒，这黄皮子既然已经浮空了，那接下来的事情就要容易得多了。没有霸体，黄皮子在九方朔的浮空技巧之下，根本就下不来了。不远处一个玩家正在朝着这边走来，他此时正开着直播，笑盈盈地说道：兄弟们，你们应该都去刷扭曲丛林了，还不知道在这边有个吟游诗人吧？我猜测这个吟游诗人手里肯定有什么了不得的任务，只要能够完成这个任务，说不定我也能够像雪地大佬那么厉害。一边说着，胡歌、江澄、分哥朝着九方朔这边走了过来，只是才到这里他就愣住了。卧槽！因为直播画面是对着他自己的，因此直播间的水友们
看到胡歌、江城、分哥这样子，都有些茫然。主播看到什么了？该不会有玩家在野外进行真人大战吧？嘿嘿，我们这边某会所老板就说要把产业转移到游戏里面，不过好像要有自己的商铺或者领地才能够做那种事情，否则会被惩罚。主播，快让我们看看，难道是人兽？是谁这么畜生？胡歌、江城、分哥吞咽了几口唾沫，随后才把直播镜头对准了九方朔一边，然后直播间就陷入了短暂的安静中。片刻后，卧槽！卧槽！胡歌、江城、分哥的直播间直接就是满屏的卧槽！我看到了什么？那是 BOSS 吧？竟然被那个弓箭手打在半空中，下不来了。我记得弓箭手是有命中判定的，